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今天佛禅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医生再次提醒，过了60岁的人，宁愿睡到中午，也不要随便做这4件事。王大爷自从退休后，生活就特别规律，每天一大早就跑到公园晨练，这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最近，王大爷总觉得身子骨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，总是觉得累，时不时还头晕、心慌。一天早上，他刚做完拉伸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差点摔个跟头，这让他心里直犯嘀咕。回家的路上，王大爷碰巧遇到了社区的刘医生，忍不住把自己的烦恼说了出来。刘医生听后，眉头微微一皱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王大爷，过了60岁的人，身体可得好好调养，宁愿多睡会儿，也不要随便做某些事情。”王大爷一听这话，心里更加好奇了，到底哪些事情是自己这个年纪不能随便做的呢？其实，王大爷的经历并非个例，许多老年人在追求健康生活的过程中，都可能走入误区。那么，究竟哪些看似健康的习惯，实则可能危害老年人的身体呢？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，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01，过了60岁的人，宁愿睡到中午，也不要随便做这4件事。有些老年人习惯清晨5、6点钟就起床，担心睡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：睡眠不足、过早起床，可能会导致身体疲劳、免疫力下降，甚至影响心脑血管健康。医生提醒，过了60岁的人，与其早起折腾，不如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尤其是下面这4件事，更不能随意去做，否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隐形伤害。1、行走不能太久。走路是最简单的运动方式，但过度行走反而伤身。不少老年人为了锻炼身体，每天走上1万步，甚至超过1小时，认为多走就能长寿。实际上，长时间步行会加剧膝关节软骨磨损，加重关节炎，甚至会影响心脏供血。如果步行强度过大，心脏长时间高负荷运作，还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适度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应根据自身的体能状况选择合适的运动量和方式。建议老年人可以选择散步、太极拳等低强度的运动，并且每次运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，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步行。2、坐着不能太久。退休后，很多老年人喜欢长时间坐着看电视、看书、玩手机，甚至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长时间不活动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变慢，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，严重的可能会诱发肺栓塞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尤其是患有高血脂、高血压的老年人，久坐会让血管中的斑块更容易脱落，增加脑卒中的风险。因此，老年人应尽量避免长时间久坐，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一下，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即使是坐在椅子上，也可以尝试脚踝旋转、抬腿等活动，以减少血液淤积的风险。3、清晨不要剧烈运动。晨练是很多老年人的习惯，但清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。睡眠后，人体血液循环变慢，早晨刚起床时，血压处于波动状态。如果此时进行剧烈运动，比如快跑、深蹲等，可能会导致血压骤升，诱发心梗、脑卒中。特别是在冬天，低温天气下血管收缩，加大了突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因此，老年人在清晨锻炼时应选择较为温和的方式，如散步、太极等，
并且要充分热身，逐渐增加运动强度。同时，建议老年人在晨练前先喝一杯温水，帮助身体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，降低血压波动的风险。4. 补品不要吃得太勤。许多老年人认为补品吃得越多，身体就越健康，尤其是人参、鹿茸、阿胶等高级滋补品，很多人几乎每天服用。但实际上，老年人肝肾代谢能力下降，如果吃太多补品，可能会加重肝肾负担，影响内分泌系统，甚至导致血压升高、失眠、心悸等不良反应。因此，老年人在选择补品时应慎重，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。不同的体质需要不同的调理方式，盲目进补不仅无益，反而可能适得其反。例如，人参虽然有补气养血的功效，但对于阴虚火旺的人群来说，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上火症状，而鹿茸则适合阳虚体质的人，但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脏病史，则应慎用。02. 老年人保养身体，注意做好这5件事。60岁以后，身体机能逐渐下降，科学的养生方式比盲目锻炼或者滥补更重要。要想保持健康长寿，老年人一定要特别注意下面这5件事。1. 保证充足的睡眠。良好的睡眠有助于身体修复和免疫力提升，老年人不必刻意早起，建议每天睡足7至8小时，避免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精神不济、免疫力下降或者血压波动。充足的睡眠不仅能够帮助身体恢复能量，还能促进体内激素的平衡，特别是生长激素和褪黑素的分泌。这些激素对维持肌肉质量和调节生物钟至关重要。研究表明，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减弱，增加感染的风险，甚至可能加速衰老过程。因此，老年人应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，创造一个安静、舒适的睡眠环境，避免在睡前使用电子设备或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。2. 适量运动，避免过度。运动有益健康，但过度不行。长时间站立或者晨练过早，反而可能会损伤膝关节，增加心脏负担。建议每天步行30至40分钟，选择慢走、太极、瑜伽等温和的运动方式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适度的运动不仅可以增强心肺功能，还能改善肌肉力量和柔韧性，预防骨质疏松症。然而，过度运动，尤其是高强度的运动，可能会对关节造成磨损，增加受伤的风险。例如，长时间跑步或跳跃会对膝盖产生较大压力，容易引发关节炎。因此，老年人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，并且在运动前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，以减少受伤的可能性。此外，运动时应关注心率变化，避免心率过高带来的潜在风险。3. 避免久坐，每隔50分钟起身活动，长时间不动容易引发血栓和心血管疾病。老年人应该定时起身走动或者做拉伸运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肺栓塞风险。久坐不动会导致下肢血液流动缓慢，形成血栓的风险显著增加。血栓一旦脱落，可能会随着血液循环到达肺部，引发肺栓塞。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，甚至可能危及生命。因此，老年人应每隔5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一下，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，如脚踝旋转、抬腿等，以促进血液循环。即使是坐在椅子上，也可以尝试一些轻微的动作来保持身体活力。此外，适当的按摩也有助于缓解肌肉紧张，
促进血液循环。4. 饮食清淡，合理补充营养。饮食清淡，合理补充营养也是老年人保持健康的重要环节。避免高油高盐饮食，多吃新鲜蔬果、优质蛋白，补充钙质和膳食纤维，补品要适量，避免过度进补，导致肝肾负担加重。高油高盐饮食会增加高血压、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而新鲜蔬果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剂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延缓衰老。优质蛋白质如鱼、鸡肉、豆类等不仅能提供必要的氨基酸，还能帮助维持肌肉质量。钙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对骨骼健康和消化系统也非常重要。老年人可以通过牛奶、酸奶、豆腐等食物来补充钙质，通过全谷物、蔬菜和水果来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。同时，老年人在选择补品时应慎重，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，避免盲目进补，导致肝肾负担加重。5. 保持好心情，避免焦虑。心理健康同样很重要，老年人应该培养兴趣爱好，和家人朋友多交流，避免长时间独处导致抑郁或焦虑。心理状态直接影响身体健康，长期处于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中，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，增加患病的风险。相反，积极的心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，延长寿命。老年人可以通过参加社交活动、学习新技能或参与志愿者服务等方式，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，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。与家人和朋友保持密切联系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，可以有效缓解孤独感和压力。此外，老年人还可以尝试冥想、深呼吸等放松技巧，帮助自己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老年人追求健康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需要根据自身体质和实际情况，科学管理生活习惯，让身体在适当的休息和适量的运动中达到平衡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日常习惯对健康的影响，以更加科学的方式追求健康长寿。诗曰：醉觉乾坤大，闲之日月长。很多退休老人一旦闲下来，就觉得这一天如同好几天，无聊得很。为了打发空闲的时光，很多人会特意去寻找机会，让自己忙一点，稍不留神就从一种困境进入到另一种困境。若要晚年有福气，就得做一个少闲的人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灵夭，不说闲话，沉默是福，格言连璧中讲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自古以来，人都是以少说几句为美德的，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，言多必失。若是戳中人家的痛处，可能人家会暴跳如雷，引发是非，说自己家的事情多了，也就变成了吐槽，也会暴露家丑，引发家庭内耗。小区里，老太太说自己的儿媳多不懂事，工作不上进，还花钱厉害，也不管孙子。很快，小区里其他的老人就传话了，儿媳去麻将馆，就听到了大家的议论。儿媳回到家，对老太太的脸色就特别难看。至于唇枪舌战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小说里有舌战群儒的典故，你只是看看，别学习，因为那不适合普通人。闲话往往是不知道当说，不当说的话还是不说最好。退休的老人少说几句，这是一种涵养，是对身边的一切进行了包容。02不管闲事，冷淡是福。知乎上有一位初3的学生诉说了自己的遭遇，母亲对他的生活点点滴滴都会管，他去上补习班累了
就要休息一下。母亲居然大吵一顿，她的成绩在进步，但是母亲不满意，为此还管控零花钱，不管去哪里，母亲都会询问对方，恨不得把对方家的一切都搞清楚。他在一旁拉着母亲走，母亲也不动。他在学校和同学的关系，母亲是清清楚楚的，也会说3道4。母亲说：“你是我儿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显然，这个母亲是没有边界感的。作家周国平说：“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的界限，而一切麻烦和冲突都源于想要突破这界限。父母和儿女之间都要保持距离，各自的生活各自管理，对外就更要如此了，要常常把自己当外人，这也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社交规则。退休了，你真的管不了全世界，就是小区里的破事都管不了，也管不得。谁家娶媳妇，谁需要人做媒，谁家孩子要辅导，都是谁家的事，和你关系不大。03不生嫌弃，心静是福。温子上义中写道：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故君子不责备于人，人为什么生气？大概率是因为别人的言行举止让你不满意，起了责备心。比方说，儿媳去参加活动，打扮很特别，作为公公的你看到了，很不好受，认为儿媳太做作了。当你责怪儿媳的时候，儿媳来一句我乐意呀，好了，你就生气了，认为儿媳的态度不好，语气不对，打扮更不对，这都是你要责备的点。看到什么，马上让你的心起了波澜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你在乎的东西多了，内心的烦恼就多了，总是满满当当的。俗话说，人心本无染，心静自然清。做人就是要清透，什么都能到心里来，但是马上又能放下，就像有风轻轻拂过心间，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生气是一天，也是浪费一天；开心的一天，是赚了一天。退休之后的日子是很珍贵的，不是用来生气的，开开心心过，看啥都正常，日子都顺溜，那就对了。04不捡闲物，干净是福。如果说什么都舍不得扔是家庭的负担，那么什么都捡回家就是特别大的负担。有的老人退休了，不差钱，但仍旧每天去翻垃圾桶，遇到可能用得上的能卖的都捡回来。想一想，房间里有很多的垃圾，谁能舒服呢？若是老人和儿女住一起，这就会让儿女很不满，引发争吵。家里有孩子在垃圾里找玩具，这就更麻烦了，被儿媳或者女婿知道了，指不定就是一顿骂，引发家庭内耗。做人干干净净就是福气，退休老人要这样想。在城里还有很多农村来的老人，生活困难的老人，他们去翻垃圾桶是情有可原的。你让他们翻，或者你把家里的废品送给他们，也是积德积福。把家里整理好，不让污浊的东西进门，这就保持了家庭的祥和，也对健康有利。05也许退休老人会疑惑，既然闲事不能做，那么做什么呢？如何打发空余时间呢？其实我们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做，当然你要懂得量身定制，而不是盲从大家，故意去忙。其一，去上老年大学，大家一起学点什么，也有了童年读书的乐趣。其二，找到自己的爱好，钓鱼、打门球、跳舞、唱歌、读书都是可以的。其三，去旅行，一路上看风景，也拍摄小视频，传递美好。其四，去发挥余热，帮助困难的人，比方说到社区义务劳动，到山区去支教。真正的悠闲不是空虚，不是什么都不干，而是忙碌和休息结合，并且因为这样的结合，让自己变得愉悦、崇高。真正的悠闲如一首诗，
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能为您带来启发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分享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别忘了订阅佛禅，获取更多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